农庄迎来了10个新的生命，熊哥也迎来了附近村民的信任。每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都会找到熊哥帮忙，这可是熊哥默默付出赢来的。野猪妈妈已经怀有身孕，要不了几天可能就会产下幼崽，高高隆起的肚子也比之前大了许多，说不定这次农庄就会迎来更多的野猪宝宝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再次笼罩着整片丛林，它带来了草木更快生长，这恰好是熊哥所需要的。大雨已停，熊哥也该开启全新一天的工作。虽然雨水滋润是大地的甘露，但它会给黄牛母子进食带来一定的不便。熊哥决定要制作一个适合喂食的食槽，挑选适用的木板，这些建房遗留下来的材料放着也是浪费，它们会被用于打造食槽的边缘。笔直的毛竹也要挑选2根，通过切割将其平均分成4段，只要将其整齐排列好，食槽的底座也就有了材料。最后再锯2根，用于捆绑固定于2端的木桩，铁钉深深夯入，足以保证底座平整且结实。将木板比对好边缘的尺寸，整齐的切割，上下双层紧密粘合，足以保证食槽的内部可以拥有足够的空间，用于牧草的盛放。向外略微开口的设计，也便利于黄牛母子的进食。最后只需将2端封口，牛棚内的最后一个设施就已打造完全。拿上口袋，雨后长出的青草更加鲜嫩多汁。熊哥要去采摘一些，喂养还在牛棚中等待的黄牛。半人高的灌木丛比之前茂盛了许多，这让熊哥割取起来更加容易。大雨损坏了树干上的蜂巢，2只硕大的林蜂正在紧急的修补，不过最好离它们远点，这要是被蛰上一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鲜嫩的青草枝头已经装满了整整的2袋，这足够老黄牛吃上一整天，余下的还可以喂食鱼塘中的鱼苗。崎岖的山路还要来回跑上2趟。黄牛母子在牛棚的遮蔽下，没有受到森林大雨的一丝打扰，他们只是在默默的等待着熊哥带来食物，或者替他们解开缰绳，将食槽搬运到牛棚，找个平整的地方放好。老黄牛还有先前的记忆，他知道这里可以被放入新鲜的牧草，这下黄牛母子不需要自己外出寻找食物了，熊哥每天都会为他们带来新鲜可口的，而这也会更好的让他们多多长膘。这小公牛成长的还真是迅速，熊哥之前买回来的时候只有老黄牛的半截高，现在已几乎和母牛妈妈平行，这也意味着它即将步入成年。农庄很可能会在以后迎来黄牛宝宝的降生，当然鱼塘中也要撒上一些，至少保证1天1次的喂食频率，才能让其中的鱼群快速的生长。同时为了让黄牛母子能够补充到额外的营养，熊哥又将喂食猪群所用的木薯粉用山泉水进行了稀释和冲泡，丰富的淀粉含量可以被转化成脂肪。看一眼天空，大雨很可能会再次降临，熊哥又将剩下的1袋青草全都放入了食槽，这样在夜晚的时候他们也能够进食到足够的食物。随着天空逐渐放晴，熊哥也迎来了全新的一天。农庄周边刚刚长出来的鲜嫩香蕉叶营养丰富，野猪群已经很久没有进食绿叶了，砍上一大捆，这是正式喂食前的开胃小菜。如今农庄中的野猪幼崽已经不多了，接近1半的数量都已被卖了出去，不过这也给熊哥带来了颇丰的收益。野猪群的养殖也是自己经济来源最重要的一环，所以熊哥一直都是尽心尽力的照顾这只已经怀有身孕的雌性野猪。熊哥已经单独将其圈养，它已到了快要分娩的时候，高高隆起的肚子比第1次受孕的时候要大许多。看来这次农庄又将会迎来更多的野猪幼崽，这几天熊哥会更加小心留意，以及更细致照顾。然而此时农庄已没有额外的猪圈用来圈养更多的猪群，熊哥还必须要做好提前的准备。农庄被围挡起来的角落还有一些空余的空间，熊哥要在这里再搭建出一间猪舍，准备好足够的树干，先将其全部丢入到围栏中，拿上洛阳铲，在预想好的位置处挖出深坑，最粗壮的树干将会作为整个猪圈的承重。紧密的夯实，虽然整体的形状不是规则的，但是内部地空间也足以圈养好几头。这是第2只已经怀有生孕的雌性野猪，它会在第1只分娩的不久后再次生育，这也正是熊哥要赶紧将新的猪圈搭建好的原因所在。然而还未等到整体支柱完工，熊哥的农庄就再次迎来了新的客人，他们不是商人，他们是喜爱观看熊哥视频的当地粉丝。突然来访让熊哥有些措手不及，他几乎没有做任何的准备。不过这些当地的粉丝并不是想来白吃白喝，每个人都带来了自己的心意，一袋喂食鸡群的粮食就是他们的小小表示。他们参观着农庄每一个角落，对于农庄的任何一项工作都十分的感兴趣，甚至还表达出了愿意无偿帮助熊哥完成以后的一些工作。不过熊哥知道这只是粉丝出于喜爱的缘故，所以自己也婉拒了。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一起动手准备今日的午餐，没有筷子就用竹签制作，没有桌布就用硕大的香蕉叶代替。当然熊哥对自己的粉丝也很是宠爱，2只新鲜宰杀的老母鸡就是最硬的一道地方菜，调配好蘸料，盛装出菜园刚刚采摘的青菜，这整整1大份就足以让所有人感受到热情。硕大的铁床变成了餐桌，熊哥在分发着小碗和酒盅，然而随后赶来的2个人最终让地面变成席地而坐，也只有这里
才能容得下7个大男人，斟满情意浓浓的高度自制酒。这样的氛围远比在5星大酒店吃上一顿还要更加过瘾。所有的人都在说说笑笑，他们也给熊哥提了一些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发展策略和方向。熊哥感谢他们的到来，让农庄有了第一次的快乐，而他也将继续坚守在这片山林中，创造出更好的生活。那么各位老铁，有想要去熊哥的农庄聚一聚的吗？如果有，那就当我没说吧。农庄再次迎来野猪幼崽的降生，每一个小家伙都非常健康，并且也可以独立行走。才刚刚降生1个晚上的他们，却已展现出了好斗的性格，这也足以体现出他们是野猪的纯正血统。然而，你又是否知道，这一次野猪妈妈究竟产下了多少只野猪幼崽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再次接到了一个帮卖的请求。一对附近村庄的老夫妻，由于体弱多病且农活众多，无法顾及太多，所以他们经过介绍找到熊哥帮忙。自己家的南瓜头已经完全长成，老夫妻俩会以低廉的价格给到熊哥，并以此让熊哥帮助采摘。至于熊哥自己是否能够卖出，或者卖得多少钱，那完全就要看熊哥自己的本事了。不过熊哥确实很乐于接受这样的委托，毕竟这是一点点增加自己收入的方式。拿上一把锋利的小刀，这样采摘起来会更加方便。背上竹筐，一天的劳作正式开始。老夫妻俩的菠萝蜜园今年收成看上去很是不错，大大小小的果实已经挂满了果树的枝干。眼前这一大片的南瓜秧苗，也是当地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。南瓜头，顾名思义就是南瓜秧苗新鲜长出来的嫩芽，相信很多老铁都有吃过。用红辣椒进行爆炒，那个味道直到现在还一直停留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。不知道你们家乡的做法是否一样呢？熊哥采摘的动作很熟练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农活可以难得倒他。该切割哪里，从什么地方下刀，熊哥全都是手到擒来，半个小时就采集了整整1筐。这个小土狗很是可爱，熊哥很想能够带回去饲养。然而农庄中已经有了乖乖，自己已没有太多的精力，所有的南瓜头都已采割完毕。然而仅仅只有这些，还赚不了太多的差价。熊哥又采摘了一些这种类似于香椿一样的枝头嫩芽，这些东西当地人同样乐于食用。菜园中一根自然生长而出的甘蔗，已经完全的成熟，已经倾倒了的它，再不进行食用就很可能会腐烂。熊哥也是在征得了同意后品尝了一下，富含多汁水分，看上去就很甜。熊哥大大咬上几口，这也勉强可以算是自己今天的午餐了。毕竟经济拮据，有时候忙起来那也是无可奈何。采收已经结束，熊哥还要将它们分别捆绑成小份，这样才能便利于顾客购买。切割几段尼龙绳，一小把一小把排列整齐，并进行捆扎，这样的大小刚好可以够吃上一顿。当然，这也是熊哥为了购买的客户所能想到的每一处细节。整理刚好结束，体弱多病的夫妻俩也来到了熊哥的身边。当地人的善良同样体现在他们身上，特意包好的柚子是他们对熊哥的感谢。如果熊哥不接这活，可能新鲜的南瓜头只能腐烂在地上。熊哥付了之前就谈好的价格，余下的时间他还要步行去到附近的村庄，将所有的商品销售出去。2个小时的赶路，熊哥来到了隔壁的村庄。这里有一位穿着紧身裤的年老村花，对熊哥的商品很感兴趣，身后隐约可见抱着孩子的小娘子，也极有可能会变成自己的客户。熊哥将所有南瓜头都拿了出来，这样便利于老村花挑选，毕竟他想一次性购买4捆。果不其然，小娘子也没能承受住鲜嫩的诱惑，她要购买2份。然而还未等到离开，前来购买的客户就已来到自己的摊位前。一串雪白的珍珠项链是老村花年轻时候的身份象征，她也购买了2捆。身后的小哥点燃一管水烟，他在和熊哥闲聊的同时，也照顾了一下生意。1个小时的等待，南瓜头销售的消息已经传开。最后来的这位微胖格子村花，将剩下的4捆全都包了场。这次的销售依然很顺利。篮筐中余下的2捆是特意留给已经预定了的村民。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，熊哥还要步行回农庄喂食所有的牲畜。随着镜头的切换，一群刚刚出生的野猪幼崽已在昨夜降临到了农庄。怀有身孕的野猪妈妈已经分娩，经过一整夜的奋战，整整10只小野猪宝宝已经让野猪妈妈身心俱疲。她需要不停给这些小家伙喂食奶水，而这些小家伙经过1个晚上的适应，已经可以完全站立。当然，熊哥也没闲着，昨天走了1天山路，又忙了1夜的接生工作。接生婆的角色自己已经扮演过了很多次，所以没有任何一头野猪幼崽出现过不好的情况，它们都很健康，每一只都经过熊哥的手，所以它的气味已经被小家伙们熟悉。他们并不害怕这个看上去更加硕大的人类，而熊哥也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和小家伙们建立起联系。虽然刚刚出生，小家伙们已表现出了极强的好斗性，可能是因为奶嘴分配不均，也有可能就是纯纯的不服气。其中2个野猪宝宝就在母猪妈妈的面前发生了激烈的争斗，他们都想用力量和撕咬来让对方屈服。当然，奶嘴看上去好像确实不太够用。10个小家伙同时开餐，多多少少是会有些难度，毕竟总是会有小家伙挤不进去或者找不到，熊哥也必须要手动的帮助一下。母猪妈妈正在辛苦的喂奶，
熊哥也在给它挠痒痒，这样可以缓解它的疲劳，以及安抚好它的情绪。他可不会像这些小家伙的亲爹一样，只知道播种不知道喂养。所以在帮忙照顾好所有幼崽的同时，还要想办法增强母猪妈妈各项身体机能。接下来熊哥还要有很多工作需要进行，然而熊哥会如何照顾这一大十小呢？咱们还是下期接着聊吧。野猪幼崽已经吃饱睡下了，野猪妈妈才开始进食，特意制作的月子餐。然而要说最幸福的，还是身为独子的小黄牛。虽然身高已和妈妈相同，但每天一顿鲜牛奶依然必不可少。一窝生下10只幼崽的雌性野猪很是劳累，然而想要将这些小家伙喂养长大，如何才能拥有充足奶水的责任，就落在了熊哥的肩上。他要制作出特别的月子餐，才能让一切顺利。骑上摩托车，熊哥要去采集特有的食材。这片玉米地是之前种下的，秧苗的茁壮成长，也预示了今年将会有很好的收成。而那特别的食材也就生长于其中，没错，当然就是木瓜。它的功效不论男女老少全都知道，虽然现在还未成熟，但是足够的个头也蕴藏着丰富的营养，它可以有效促进母猪乳腺的发育。只有多吃木瓜才能分泌出更多的奶水。熊哥采摘了10几个，这些足够母猪妈妈吃2-3顿。再次回到农庄，临走之前制作的猪食蒸煮的刚刚好，这些是其他猪群的食物。接下来才是熊哥要制作的月子餐。这次熊哥也是格外细心，中心尚未成熟的木瓜子含有略酸的口感，熊哥也是一点点抠掉，只留下了鲜嫩的木瓜肉，全部倒入锅中，然后再拿出自己都不舍得吃的糯米，添加上几把。丰富的淀粉含量以及软糯的口感，会让制作好的猪食更加滑嫩。蒸煮还需要时间，刚刚抠除出来的木瓜子刚好可以用来喂食鱼群。坐在浮桥上，只需轻轻的泼洒，原本平静的水面就会逐渐泛起涟漪。鱼苗在感受到水面的波动后，全都聚集了过来，大口大口的吸入。这应该也是他们第一次吃到这样的食物。没过多久，所有漂浮在表面的木瓜子就已被抢食一空。持续蒸煮的木瓜已经软烂，熊哥又单独的取出了麦麸，它要比玉米粉更加受猪群的喜爱。充分搅拌过后倒入锅中，10来分钟的加热即可变得浓稠。当然想要喂食还需要待其自然放凉，熊哥还要利用这个时间喂食其他牲畜，含有丰富汁水的像草叶。为了便利黄牛母子进食，也特意切割成小段，并且为了营养均衡，幼小的香蕉树嫩芽也同样切碎了一些。它们能提供的植物纤维还是略有区别。牵回黄牛母子，整个夜晚它们都会有充足的食物，可以畅快的进食。不过牛犊子就是好，不愧是犊子，虽然体型已经接近黄牛妈妈，但吃奶的习惯还是持续到了现在，这也足以见得牛妈妈对它的宠爱。猪食已经凉透，熊哥要优先喂食已经等待了很久的猪群。原先的小家伙，如今已都快变成了大家伙。熊哥看着他们争先恐后的进食，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毕竟他们都是从小幼崽的时候一点点喂食起来的，只有他们长得好，熊哥才能拥有更多的收入。要单独喂食的母猪妈妈，过于浓稠的月子餐还需要用水稀释。来到猪圈前，他还在给幼崽们喂奶。熊哥特意制作的月子餐，母猪妈妈也很是喜欢。他也在猪食中寻找着可以咀嚼的木瓜。所有小家伙都已经吃饱了，他们也没有打扰母猪妈妈进食。和人类的幼崽一样，除了吃奶就是睡觉，也是他们能够快速生长的关键。母猪妈妈已经吃饱，她再次躺下来，给小家伙们喂食更充足的奶水。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要将已经搁置了好几天的猪圈搭建完成，因为第2头雌性野猪也会在不久以后再次迎来生产。先将前后两端的横梁固定好，找准平行的位置，用超长的铁钉固定，是搭建好底座框架的关键。随着纵向平面被3根树干平均间隔，用于铺设地板的框架也已彻底成型。新猪舍的空间很大，它足以让野猪一家在其中生活得很好。而对于铺设的材料，建房留下的木板则是最好的选择。它所搭建出来的平面可以让小幼崽自由地穿梭其中，一块一块紧密排列，每一个木板的两端都要用铁钉彻底固定完全。而对于4周用于隔离的横梁，熊哥也是采用了同样的加固方式，一整个上午连续敲击，猪圈的整体造型已几乎完整呈现。最后就只剩下顶棚，熊哥用方形的木桩来增加稳固，用干枯的毛竹来填充屋顶。同时考虑到雨林中较多的降雨天气，熊哥又利用了3角形的稳固性原理，给猪圈的前方额外添加了向外延伸的屋檐。等到确定好棚顶的造型，将毛竹从中间劈开，只需将其用作横梁，即可将猪圈彻底打造完成。最后用防雨布作为铺设棚顶的材料，固定好4个边角，前后两边的屋檐再用铁丝捆扎，这样一个全新宽敞且平坦的猪圈就已彻底的搭建完成。即使现在野猪幼崽诞生，那也有充足的地方进行生育并饲养。猪食已制作好，这是今天最后一顿喂食。黑底白花的这只小野猪已经成熟，熊哥想让它变成农庄的第2头种猪。2只小家伙把妈妈的猪食盆当成了睡袋。燥热的天气这里刚好阴凉，
虽然不忍心将他们吵醒，但是野猪妈妈要是吃不饱，可是会严重影响幼崽们的成长。将小家伙赶出，已经嗅到了月子餐气味的野猪妈妈也是显得有些迫不及待。今天的猪食水分较多，这也是熊哥为了让奶水变得充足做的临时调整。等到所有猪群吃完，黄昏也在悄然间笼罩了森林。新的一天即将结束，而熊哥的农庄生活依然会平静的继续。你知道这是何种植物的根茎吗？接近20公斤的重量，却只会长出一条小小的藤蔓。然而即使抱着孩子，也要含情脉脉看着熊哥的小娘子，又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新一天的来临，熊哥正在将老黄牛母子牵往牧草丰富的山坡。阳光明媚的天气很适合他们自由寻找食物。现在正是一年中相对清闲一点的日子，熊哥每年都会利用这段时间想尽办法来增加自己的收入。采挖一些地地道道的山货就是最有效的途径。原始森林中生长着各种藤蔓植物，它们的根茎有的可以食用，有的则是名贵的药材。熊哥找到了它们，通过藤蔓的走向可以找寻到最初生长的地方，清理干净四周的杂草枯叶，顺着四周的方向向下深挖。因为这次挖掘的是一种根茎极其繁茂的植物，它会在土层下方的浅处生长出几十根球茎，所以如果要是直接顺着根部垂直向下，那就必定会将其损坏。这种根茎的外表和人参十分相似，有认识或者挖掘过的老铁吗？可以帮忙普及一下。小编查询了很久，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，只知道它是可以入药的。一般这些根茎是可以长到2到4公斤的重量，但是也有个头非常大的，最大的甚至可以达到20公斤。熊哥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和挖掘，就找到了一个，虽然这个并不是最大的，但也已经超过4公斤重的体重，全部装入麻袋中。天黑之前还要送到山下，那里有专门回收的商人。这一袋子已经装满，先将其运回农庄。熊哥还要继续前往丛林中相隔不远的地方，就可以找到一个。当然，无论是大是小，他们能售卖出的价格是一样的，5000越南盾1公斤，是近年来收货商给的最高价格。这对于熊哥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了，毕竟全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自己只需付出一点体力，就可以将其变成收入。熊哥找到一个个头超大的、发达的根茎，就像是章鱼的触手一样，紧紧地扒住地面，要使出很大的力气，才可以将其从土壤中连根拔起。相邻这2个都有接近20公斤的重量，紧接着第3个看上去也不小，根系中的泥土都要一点点尽量清除，否则在销售的时候，收货商可能会扣掉远超过泥土的重量。这一片山坡土壤很适合这种根茎的生长，熊哥将会在此做上记号，以便于以后再次挖掘。已经差不多了，距离天黑的时间所剩无几，熊哥还需要将其全部运送到山下。较小的和零散掉落的全部先装入袋中，而剩下的这几个接近20公斤的，熊哥需要用藤条将其捆扎好，并单独的进行运回，重新打包固定好袋口。为了方便摩托车爬坡，熊哥特意将防滑链安装上了车轮。2个多小时的赶路，熊哥已到达了，停在路口等待着收货的商家这里。经过称重，3袋一共是79公斤，每一袋再扣除1公斤泥土的重量，熊哥这一整天的收获就是76公斤。称重完成后，熊哥帮助老板将所有的再次装车，而老板也是讲究人，为了感谢熊哥的帮忙，原本是38万越南盾的价钱，又额外添加了2万，这40万就是熊哥劳累了一天的成果，你觉得值吗？随着第2天的来临，熊哥再次来到了山下，他接到了今年的第3份委托。这种类似舌头的果实，小编这边叫做西湖瓜，已经达到了一定生活标准的老村花，不想麻烦自己采摘下来进行销售，所以他找到了熊哥。他只想在家门口就能拿到钱，当然他也会让熊哥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。熊哥付了钱后，简单聊了几句，就再次踏上了征程。穿梭于村庄的小路上，路边大片的杂交水稻，全都是来源于中国，并且远处的小山坡也尽数被当地村民开垦，那里都被种植上了经济作物或者果树。看来这里的人民绝大多数都是勤劳的。再次来到前几日采摘南瓜头老夫妻俩的菜园，经过了几天的生长，熊哥又可以进行采摘，反正都是卖。如果只有篮筐里的几根西湖瓜，压根赚不到太多的利润，但是要是加上这些新鲜的菜头，这一天的时间也勉强可以算得上值得。再次以小把的方式捆扎好，熊哥仍会去到上次售卖的地方，又是1个多小时步行，熊哥再次来到了这里，将所有东西全部摆好，这会有利于已经聚集在此的小娘子们直观看到自己商品的质量。每个人都在挑选着自己看上的商品，熊哥也是一边收钱一边找零。而这位光着脚的小娘子稍微有点不按套路出牌，她拿出了一张大额纸币，熊哥手中收到的钱压根不够找零，自己也只能是翻找着钱包，看看是否能够凑齐。面带笑容的小娘子显得有点放肆，可能是由于老公不在身边的原因吧，毕竟咱们的熊哥还是有一定的颜值的，孔子都曾曰过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小娘子当然也不例外。在场的所有人几乎都买上一点，剩下的一些想要卖出去，熊哥可能还需要等待。然而才刚过没多久，之前那位戴着珍珠项链的老村花
又再次闻声赶来，他必须要照顾一下熊哥的生意。然而这次熊哥没能像上次一样幸运，一直持续到黄昏降临，熊哥的商品还是没有卖完。虽然中途又来了几位客人，但是他们购买的都很少，再不回去就要天黑了。篮筐中还剩下的一些，只能是自己留着吃了。但熊哥知道这其实就是生活，有赚就一定会有亏，哪有什么事情会一帆风顺？我们所有的人不都是在磕磕绊绊中辛苦的活着吗？熊哥始终都坚信着，也许明天就会变得更好。希望你也一样。